最近有俄罗斯媒体报道，和中国达成了一份海上合作合同，同印度陆军合同加一起高达20亿美元。如今的俄罗斯海军还有哪些装备或技术能入中国的眼呢？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近日，俄罗斯塔斯社报道，在俄罗斯的 ARMY 2021军事技术合作论坛上，俄罗斯与印度、中国、乌兹别克斯坦签署了军售合同。塔斯社具体说到，俄罗斯与中印两国签署了新的军售合同，价值超过20亿美元。而这其中，俄罗斯和中国签署的竟然还是海军方面的军售合同。此消息一经俄媒爆出，引发了国内网友的热烈讨论。一些朋友认为，现在中国军力强大，位居世界前列，综合的军事实力早就超过了俄罗斯，而且是海陆空三军。陆军的信息化和合成率比俄罗斯陆军强得多，空军歼20战机则早已服役，俄罗斯空军的苏57才吭哧地投入现役。至于海军则更不用说了，现在中国海军拥有将近20艘类似美国宙斯盾系统的驱逐舰，俄罗斯没有1艘。航母我们有2艘，而俄罗斯则还是苏联留下来的，现在已经因为故障维修。综合来看，俄罗斯的武器差不多都已经落后于中国了，但是如今却还是要向俄罗斯购买海军方面的装备或者技术。那么俄罗斯海军到底还有没有中国能看上的装备或者军事技术呢？当然是有的。现在虽然是中国在一定军事领域超过了俄罗斯，但是并不代表整体的超过。空军方面，俄罗斯有真正意义上的战略轰炸机，如图95、图160等。其中图160则是可以超音速飞行1万公里以上的战略轰炸机。而中国目前装备的轰6系列战略轰炸机是由俄罗斯早已退役的图16轰炸机改装而来，综合性能远远不如俄罗斯图160轰炸机。而海军，别看中国海军水面舰艇不错，但是水下方面和俄罗斯的差距也同样有，主要还是核潜艇这一块。现在中国的核潜艇实力虽然是位居世界前列，但是那只是数量方面。现在的中国核潜艇在技术上与其他拥有核潜艇的俄、美、英、法相比，还是有着不小的差距。主要就是因为我国的核潜艇起步是最晚的，上世纪60年代开始搞核潜艇，70年代下水第一艘核潜艇，而美国、苏联在40年代末就已经开始核潜艇的研发工作了。当前我国在核反应堆、潜艇的推进系统和静音技术上和这些国家差距较大，尤其是近些年中国海军从黄色海军迈向蓝水海军的过程之中，对核潜艇的需求是有增无减的。特别是针对美国在第一岛链大量的部署探测监听设备来说，我海军的常规潜艇需要上浮给潜艇动力系统充能，这就导致我海军潜艇执行任务的时候有被敌方发现的危险。因此，装备可靠的核潜艇势在必行。我方自己装备的093型核潜艇，面对美国的俄亥俄级这样的先进核潜艇，底气还是略显不足的。但是对于俄罗斯来说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俄罗斯装备的亚森核潜艇就非常不错，这款潜艇是俄罗斯海军最后的遗产，继承苏联的核潜艇继续建造而成。此型潜艇具有安静、多功能打击的任务，可以进行反舰、反潜、对陆打击的多种作战任务，甚至还可以发射超远程的巡航导弹，完成战略打击任务，堪称劳模潜艇。自动化程度甚至比美国人的潜艇还高。亚森高达13800吨的排水量，仅只需要90人就可以完成全部操作。而比亚森排水量小得多的美国弗吉尼亚级核潜艇，却要270至300人才能完成潜艇的日常操作。可见亚森级核潜艇有多先进。因此，亚森级核潜艇对中国的吸引力是非常巨大的。因为目前对于中国海军来说，水面上的战舰如航母、驱逐舰这些基本上都是信手拈来的，在世界上都可以说是非常优秀的，但唯独战略核潜艇就是块短板。如果中国海军能够拥有亚森级，
那么这最后一块短板将被补齐。这对于提高中国核潜艇技术以及提升中国海军的战斗力都会有巨大的帮助。